我与宁国侯世子萧至大婚前，他的小青梅将宁国侯府送来的嫁衣换成了粉色的妾室装。当众打开聘礼箱后，那粉红嫁衣让我成了京城人口中的笑话。婴儿年纪小，不过是舍不得我这个做哥哥的成亲，怕嫂子分了我对她的亲爱，你就当她这个小姑子给你这个做嫂嫂的考验，算了吧。算了。给皇上赐婚的世子夫人送妾室嫁衣，我敢穿。你萧家敢让我这样进宁国侯府的门吗？皇上赐婚我做宁国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既然他要抗旨纳妾，那就换个人做世子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宁国侯府送来的竟然是粉红色的嫁衣，这摆明了是打太傅府的脸啊！谁家正妻大婚穿粉色，那不是妾室进门的规矩吗？宁国侯府这到底是在娶妻还是在纳妾呀？要是沈大小姐真穿了这身出嫁，怕是要成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婉姐姐，怎么愣住了？莫不是欢喜傻了？咱们本朝的规矩，女子出嫁从夫，自然是夫家送什么聘礼，你便用什么。难不成没有大红嫁衣，你就不嫁了吗？京城里谁不知道你爱慕萧至哥哥多年？为了能嫁进侯府，你费了多少心思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如愿以偿了，穿什么颜色嫁给他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按本朝规矩，新娘出嫁必着夫家所送嫁衣。若我今日吞下这口气穿上它，便是在全京城面前自认卑微，自贬为妾。萧至，你当沈家没人了吗？这种安杂东西也敢往我沈府里送？你是想成亲，还是想宣战？萧世子这心都偏到胳肢窝去了，这还没成亲呢，就为了个青梅，让未婚妻受这种奇耻大辱。沈小姐要是这都忍了，这辈子怕是都要被个庶女压在脚底下喽。萧世子，看来沈大小姐这回是真的动气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这聘礼送的出彩，可现在这场面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萧世子魅力无边呗！诸位刚才可是听见了，婴儿小姐昨晚在酒局上还跟我们打赌呢，说沈大小姐对萧世子情深似海，哪怕是送件抹布，沈小姐也会欢欢喜喜的穿上嫁过去。对对对，咱们今日就在这儿候着，看看到底是沈小姐的气节硬，还是萧世子的面子大。看看这局到底是谁输谁赢。萧至，你就任由他们这么说。你今日敢辱我沈家女儿，我沈庭定要你侯府付出代价。去，都少说两句。沈兄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，在大婚前闹起来，对谁的名声好？婉婉，婴儿年纪还小，有些玩唆也是有的，舍不得我这个做哥哥的成亲，怕你这个嫂子进门后分了我的关爱，才私下里闹了这么一出考验。你就当她这个小姑子在进门前给你这个做嫂嫂的一个考验，大度些，算了吧。毕竟无论穿什么，我最后娶的人不还是你吗？婉婉，你何必这么敏感？妮儿虽然比你大上半岁，但心性单纯，最是依赖我。她不过是怕你进门后太严厉，才想出这法子试探你的真心。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你便不必斤斤计较了。难道你还要为了件衣服，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沈府的笑话？哪怕是为了沈太夫的脸面，你也该懂事些。一个正室夫人若穿一身粉红嫁衣进门意味着什么？我不信她不知道。她不但知道，也知道是她的小青梅在胡闹，但她还是选择了站在那一边。算了吧，萧世子，你说的可真是轻巧。
我与你青梅竹马10余载，赐婚圣旨下来时，我亦曾想过，你我虽无经世之情，但余生相敬如宾，也算是不错的选择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不仅是在羞辱我沈婉婉，你这是在赤裸裸的羞辱我整个沈家。你是将我沈府的脸面撕碎了，狠狠扔在地上用脚踩。小智，你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休想走出这道门。婉婉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闹大。我只问你一句，宁国侯和侯夫人，可知今日你送来的聘礼中，嫁衣是粉色的？是啊，两家联姻不是小事，赵婴儿胡闹是他的事儿，可若是堂堂侯爷和侯夫人也知情，那就是两家公然决裂，更是蔑视圣旨、欺君罔上的弥天大罪。婉姐姐，你还没嫁进门呢，便要拿着未来公婆的名头来仗势压人了吗？萧志哥哥心疼我，才由着我胡闹。你若真的贤惠，何该受着才是？何必非要闹到长辈面前，让萧家难堪，让萧志哥哥难堪？赵小姐又是以何重身份在质问我？是萧志的妹妹，可我听说他家只有兄弟，并无姐妹，是萧志的红颜知己，哪里来的底气可以质问他未来的妻子？还是说你是萧志要抬进府的妾，因为萧志宠爱，所以恃宠而骄？那宁国侯府的规矩也太差了些。萧志哥哥，你便是眼睁睁看着他这样打我的脸吗？婉婉，你向来知书达理，怎么今日变得这样刻薄小气？不过是一件嫁衣，颜色罢了。婴儿这种小孩子脾气，他闹一闹，你做嫂嫂的让他就是了，何必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一个弱女子？你还有没有点当嫂嫂的容人之量？赵婴儿年纪小，赵小姐，我若没记错，你还要比我大上半岁。京城里别人像你这么大，孩子都能下地跑了，只有你还在这里装疯卖傻，扮着一副小孩子的皮囊，到处任哥哥耍脾气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萧公子，你若是真的心疼他，舍不得他受半分委屈，又何必拿我的婚事做法子，受这一遭圣旨赐婚的苦？不如你娶她就是了。赵小姐，萧公子这般在乎你，连我的脸面、沈家的脸面都肯为你踩在脚下，可是他怎么就是不愿意娶你做正妻呢？是嫌你年纪小，还是嫌你云阳是青楼出身，这身份实在上不得台面？怕进了侯府的门，脏了萧家的祖宗牌位？可若是萧公子真心喜欢你，这些世俗偏见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连我的正妻颜面都能踩在脚下，怎么偏偏给不了你一个名分？你说是不是，赵小姐？胡说八道！你闭嘴！萧志哥哥是喜欢我的，他心里只有我一个。沈婉婉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若不是皇上赐婚，若不是你死皮赖脸要嫁，萧志哥哥怎么会看你一眼？你不过是仗着皇后是你姑母，以势压人，逼着皇上下旨，逼着萧志哥哥娶你。你沈婉婉才是京城最大的笑话，你才是那个最卑微的倒贴货。婴儿，不得胡说。沈婉婉，你满意了？你我的婚事是皇上御赐，这旨意重如泰山，势在必行。你别以为今日这一闹能改变什么，不管你如何胡闹，也该有个限度。今日聘礼已送到，3日后我们宁国侯府的迎亲队伍会准时上门。
沈婉婉，你给我想清楚了，你若要嫁，便穿着这件粉色嫁衣，乖乖的从我侯府的侧门抬进去；你若不嫁，那便是公然抗旨，是你沈家满门抄斩的大罪。哼！沈小姐，你向来自诩聪明，是保住你那点可笑的尊严，还是保住你沈家100年的基业？你自己选。婉姐姐，3日后的大婚，你可一定要穿上这件嫁衣啊！这可是萧志哥哥和我专门为你亲选的呢。我打赌，你一定会乖乖嫁进宁国侯府的。毕竟满京城谁不知道你做梦也想嫁到侯府去呢？做梦也想嫁赵婴儿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倒真是炉火纯青。嬷嬷，这是按古礼备下的绣品，劳烦转交萧志公子。沈小姐放心，老奴一定送到。嬷嬷辛苦，我正好要寻萧志哥哥，这绣品我帮您送过去便是。你们瞧瞧，沈小姐还未过门，不但送了贴身绣件，还特意要来为萧志哥哥量体作衣呢。这般节切，真是少见。小兄，还是你有本事。那沈大小姐平时看着清高的跟冰山上的人儿似的，没想到私底下竟这般急不可耐。可不是嘛！我昨儿个听大理寺卿家的赵妹妹说，沈大小姐为了讨你欢心，竟厚着脸皮派人去侯府量你的尺寸，说是要亲手缝制贴身衣物。大家别再说了，他终究是要过我宁国侯府大门的人。若是这些话传出去，对他名声不好，就当是他太在乎我，一时失了分寸吧。萧兄仁义，沈大小姐上辈子真是修来的福气。这样的人何必再嫁？岂有此理！宁国侯府岂敢如我沈家至此？什么叫做仗着皇后姑母压人？婉婉，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？若不是宁国侯老头子当年拿对父亲的救命之恩相求，求着我们两家联姻，我们沈家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？他们以为宁国侯府还是当年的世家吗？若是没有父亲在朝中撑着，他们早就落魄了。婉婉，这亲咱们不成了，就算背上抗旨的罪名，哥哥也要去拼了这条命，咱们不进那个虎狼窝。哥哥别生气，你总不能因为狗咬了你一口，你就去咬狗一口吧。萧志纵着赵婴儿这样羞辱我，羞辱沈家，他觉得我是非他不可，觉得沈家是软柿子，可以任由他拿捏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个大的。等我嫁进宁国侯府，我要他们好看。你还想嫁进萧家？婉婉，你疯了！那宁国侯府是什么香饽饽？嫁是可以嫁，但是怎么嫁，嫁给谁，由我说了算。好，婉婉，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兄长，包办妥的。婉婉，婷儿，我和你娘把外祖他们接。这是什么？婷儿，备车！我即刻进宫面圣，宁可辞官不做，也要请皇上取消这门婚约。父亲，不可。
婉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那个混账？这是皇上赐婚，不是我们说不嫁就不嫁的。我若不嫁，皇上如何猜忌沈家，又如何猜忌姑母？难道我的婉婉就要受这种委屈？那粉色是妾室所传，你要是穿着它进门，这辈子在京城贵女面前都抬不起头。婉婉，娘宁可让皇上降罪，也不愿意看着你嫁给这样践踏你尊严的人。婉婉，你素来聪慧，今日为何如此糊涂？难道你真要委曲求全？父亲、母亲，皇上圣旨确实是赐婚，我沈婉婉也确实是嫁入宁国侯府做世子妃，但是圣旨上只说让我嫁给宁国侯世子，并没有写谁才是世子，不是吗？你是说？好，不愧是我沈家的女儿，聪慧过人。好，好，即刻送往宁国侯府，请侯爷与侯夫人过府一叙，就说小女与萧世子的婚事有要紧细节，当面商议。是，老奴即刻亲自送去，绝不耽误。小姐，嫁妆都按您的吩咐清点好了，件件齐备，体面周全。皇上赐婚，礼数不能差，该备的一样都不能少。沈婉婉，两方父母为何要背着我商议婚礼的事？是不是你在背后嚼舌根，把嫁衣的事告诉你爹了？不过是一件嫁衣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你至于闹得两家不得安宁吗？你非要弄得大家脸上都挂不住才开心吗？萧公子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你放心，那箱子粉色嫁衣现在还在库房里锁得好好的。我爹娘忙着接外祖母回京，还没腾出空来看那些东西。我就说了，他怎么敢告诉他爹娘？要是生气不让她嫁了，他哪里舍得？哼！萧志哥哥，你不必对他如何低声下气，他再是太傅嫡女又如何？出嫁从夫，日后你说如何，他敢反驳你，只管休了他便是。婉姐姐，你也不会舍得离开萧志哥哥的，对吧？好了，知道婉婉端庄大方，等你嫁进府，我会对你好好的。别听那些迂腐之人说什么粉色嫁衣是受损的，我喜欢婉婉穿粉色芙蓉，如粉面芙蓉，媚颜无双。婉婉，其实还有一事，因儿如今也早已过了及笄之年了，她对我实在一片初心，我想等我们成亲，能不能让她入府？这样的事你做主便是。你答应了？真的答应让因儿入府了？萧志，我如今忙着大婚之事，在成亲前我们不好再见面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之后有你们两个，我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。婉婉，你等我来娶你。萧志哥哥，我不管。我们成亲那日洞房花烛夜时，我要穿大红嫁衣，我专门为了你绣的呢。好，到时候我跟婉婉说，她向来在乎我，一定不会反对什么的。不过一个嫁衣而已，她反正都做正事了，还在乎这个做什么？来人！人呢？怎么不叫我起床？若是错过了成亲吉时，你们担得起吗？婉婉还在等我去娶她呢，快帮我更衣，迎亲的队伍马上出发。世子，新娘子已经进门了。我真是娶了个贤内助，婉婉这般懂事，
怕误了吉时，自己来了。今晚我一定好好弥补他。快，替我更衣，跟我一起去迎新娘。我还在这站着，婉婉和谁在拜天地？一拜天地！等一下！大哥，你不是一直在边境守着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今日是我成亲，是我娶婉婉的大日子，你怎么也穿着这一身？大哥成亲，这新娘到底是谁？萧二公子，你这一身酒气，衣冠不整着的闯进来，倒是让两家看足了笑话。今日是我妹妹沈婉婉嫁入宁国侯府的正日子，你这样闹，是把沈家的门楣踩在脚下，还是把宁国侯府的家规视作无物？你妹妹嫁的人是我，皇上赐婚的是我萧志，为什么现在是大哥站在那里拜堂？全弄错了，你们全都弄错了！萧二公子，皇上御笔亲赐的是宁国侯世子，现在的世子是谁？大伙可都看清楚了。就是，萧志哪配做正经世子？婉婉他们全是在骗你！我昨夜为了大婚的事儿高兴太过了，喝了点酒，睡迷糊了，误了时辰。大哥，我知道了。大哥，你向来疼我，你一定是怕婚礼没人，怕沈家下不来台，怕侯府丢了脸面子，才特意替我挡在这里拜堂的吧？多谢大哥，现在我醒了，礼可以接着行了。大哥，你快把红绸给我，这接下来可是要送入洞房的，可不能再代劳了。放肆！来人，给我拦住这个抗旨不遵的逆子！放开我！我是世子！父亲，你疯了吗？婉婉，你说话啊！他们合起伙来害我，他们抢了你的夫君。你回头看看，你要嫁的人是我，我才是萧志啊！你要嫁的人是我。吉时已到，继续礼仪，把这个疯子给我堵住嘴，扔进偏房去。你送到沈府的那箱东西，满京城的人都瞧见了。粉红色的嫁衣，那是纳妾才用的规制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要在成亲当日将我贬为卑贱的妾室。昨日两家已联名向皇上请旨，既然你萧志宠妾灭妻，蔑视圣旨，不配承袭爵位，那么从今日起，这宁国侯世子的位置便由我的丈夫萧晨继承。萧志，你记住了，我沈婉婉不是为了世子妃的名头才嫁，而是我嫁给谁，谁就是这侯府的世子。不是这样的，婉婉，那嫁衣，那不过是婴儿的一个玩笑罢了。玩笑？萧志，拿一个女子的名分来开玩笑，拿皇室的尊严来开玩笑，拿两家的盟约来开玩笑。我沈婉婉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。你与你的婴儿妹妹既然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你为了她甚至不惜抗旨折辱未婚妻，
既然你这么深情，我如今改嫁你兄长，既保住了侯府的脸面，又给你腾出了位置去娶你的心上人，这难道不是全了你的痴心，成就了你们这一对旷世奇缘吗？简直是两全其美。不是这样的，婉婉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心要娶你的。你最爱的人明明是我，你亲手给我绣的荷包我还没丢啊！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闭嘴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逆子！你用妾室的嫁衣羞辱沈家，辱没皇恩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竟还有脸在这里叫嚣！若不是沈大小姐大度，顾全大局，不予计较，又愿意嫁你兄长来完成圣旨上的婚约，老夫今日非亲手扒了你的皮不可！诸位见证，今日两家已正式交换婚书，萧晨承袭世子之位，迎娶沈氏嫡女。此桩婚事已上达天庭，记入宗谱。是嫡女，这门婚事从今往后绝不会再有半点更改。谁再敢胡言乱语，乱我侯府发堵，直接乱棍打死！这萧二少爷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为了一个庶女。沈大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这一反击不仅保住了名声，还换了个更好的。来人，把二公子拖下去。吉日已至，莫要让他这满身酒气的疯模样惊扰到了夫人。拖下去。夫人，婚礼还未完成。吉时未过，新人就位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沈婉婉，她是被骗了，她心里只有我，她一定要见我的。父亲，你去告诉婉婉，那粉色嫁衣只是个玩笑，你让大哥把它还给我。他最在乎我了，只要我去哄哄。逆子！你还有脸提那个庶女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敢背着我和你母亲，跟赵婴儿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合谋，拿妾室的粉色衣裙去下骗沈家？你这是在打沈家的脸，也是在打皇后的脸。你以为你是在宠那个丫头？你是在掘我们宁国侯府的祖坟！叶儿说，婉婉不会介意的。哼，不介意？沈婉婉那是何等的女子，她反手就改嫁你大哥，这是要了你的命，还要了你的世子位。我为了侯府的前程，不惜厚着脸皮，拿着当年对沈太傅的救命之恩，老脸不要去求亲，才为你求到这门通天的亲事。没想到，竟然差点毁在你这个被女人迷了心的蠢货手里。萧伯父，求您别打萧志哥哥了，千错万错都是婴儿的错，是婴儿不该胡闹，是婴儿不该因为舍不得哥哥才送了那嫁衣，要怪就怪我吧。若不是你大哥萧晨正好在京城，若不是他能在紧要关头压住场子，
今日这抗旨不尊的大祸，我问你，你这颗项上人头可担得起？整个侯府都要为你那点私欲陪葬！你以为我不敢在这院里动手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求情？我智儿原本大好的前程，原本名正言顺的世子位，全被你这个狐狸精搅黄了。你不仅要毁了他，还要拖着整个侯府去死！一个继子所生的庶女，也敢动宁国侯世子夫人的心思？你以为萧志宠你，你就能翻了天？那沈婉是皇后的亲侄女，你竟敢拿那种卑贱的粉色去羞辱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转告赵夫人，赵府女儿的规矩实在堪忧。今日这事儿传出去，赵家的门风怕是也要跟着出名了。还请赵夫人好好管教，免得出来丢人现眼。混账东西！宁国侯夫人的话都传进宫里去了，你跟着你那姨娘学的一般不要脸，自甘下贱去缠着萧志，那是你的命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安分守贞，别痴心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偏不听。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如今闹得满城风雨，连宁国侯府都亲自上门问罪。但你若敢因为你的那些安杂事，带累了府中别的姐妹名声，带累了你父亲的前途，我便绝不饶你。来人！连夜将他们母女扔到城外的庄子上去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终生不得回京。是，父亲，女儿错了，女儿再也不敢了。女儿不要去庄子上，女儿以后一定听话。罢了，就按夫人说的办吧。父亲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父亲，父亲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婉婉，为何会是这样？就因为一件嫁衣，还是因为我说要让婴儿入府，你就要这样报复我？还有婴儿，你不喜欢他入府，你为何要答应？你明明答应的那么痛快，如今却翻脸不认人，嫁给了我大哥。你让我这个弟弟如何自处？你让全京城的人如何看我？沈婉婉，你怎能如此狠心抛下我？你又发什么疯？没事的，夫君。萧志，你今日这番话倒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萧志，你刚才问你和赵婴儿行事，为何我不说不喜欢那件嫁衣？我且问你，这满京城这天下间，哪家的高门宗父是穿妾室嫁衣进门的？这难道就是宁国侯府对你的教导？那是婴儿他不懂。你明知那是赵婴儿对我的羞辱，可你当时说了什么？你让我忍一忍。你明知他行事乖张跋扈，却处处为他说话，将沈家的脸面撕碎了，往地上的烂泥里踩。萧志，你当时在享受这种掌控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会不会喜欢？至于你要纳赵婴儿入府，萧志，以前我或许还会在意，但现在这与我何干？我已决意嫁给你兄长，完成皇上赐予的这门世子婚约。你就是那100个人进府，哪怕你把赵家所有的庶女都抬进来，
也与我无关了。从今日起，我是你的嫂嫂萧志，从今往后我们再无干系。逆子，你干的好事！本不该在世子大喜的次日登门打扰，可是家门不幸，昨日婴儿被带回府后，不仅不肯思过，反而闹着要寻死觅活，甚至拿出了萧二公子的贴身玉佩，说出两人早已私定终生、珠胎暗生的事。他说他已与二公子有了肌肤之亲，沈萧两家的婚事虽换了人，但这赵家的女儿，侯府总得给个交代吧。逆子，你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，还有何脸面见我？圣旨赐婚，那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原有婚约在身，却敢在背地里去与别的女子行那苟且之事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老夫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萧志哥哥，我不是故意要说出来的，只是父亲和母亲说我行迹放荡，辱没门风。昨日已备好了马车，要将我绑到乡下庄子上思过。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去庄子上，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地方。萧志哥哥，你说过会护着我一辈子的，你说过定会娶我入府的，你救救我。我若去了庄子，这辈子就全完了。萧志哥哥，公公婆婆向来最看重门面，赵婴儿闹得宁国侯府鸡犬不宁，还想在这个当口嫁进来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婴儿虽是庶女，也是清白女儿家，如今清白没了，又是二公子亲口许下的承诺，怎么，侯府是想仗着门第，白占了便宜不认账吗？父亲，你听我说，我何时与他有过肌肤之亲？我确实与他交好，那是看他可怜。他说他在赵家被嫡母不容，被姐妹排挤，我念着自小的情分，才答应日后给他一个容身之处。可是我与他是清白的。清白？萧志哥哥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与你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，你如今却要反悔吗？是你下聘沈家那日，你回来说你要成亲了，心中苦闷，便喝得酩酊大醉。我在你院中陪你，你拉着我的手，口口声声叫着沈大小姐的名字。你把我当成了沈大小姐，百般清怜溺爱。我为了留住你，才……够了！这种污言秽语在大庭广众之下反复横跳，是嫌侯府丢脸丢得不够，还是存心有辱我夫人的清名？父亲、母亲，二弟行事荒唐，那是他德行有亏。既然他管不住自己，又与赵小姐有了肌肤之亲，那便让他负责就是。反正二弟当初在沈府下聘时，不是也口口声声说要抬赵小姐入府吗？如今既然坐实了私情，那便全了他的心愿。难道偌大一个侯府，还养不起一个多余的女人？哼！夫君说的在理，母亲，二弟与赵小姐青梅竹马，情分非比寻常。二弟一直念叨着要抬她入府，若是因为这名分之事闹得赵小姐寻死觅活，倒显得我们侯府刻薄了。就算不是正妻，做一个姨娘总还是够格的。若母亲觉得赵小姐身份微多，怕乱了嫡庶尊卑，那便依着规矩让她做个妾室姨娘。至于这什么时候抬进门，走哪个侧门，全由母亲做主便是。如今二弟闹得实在不像话，京城里都传遍了。这男人嘛，收了心成家立业才是正理。儿媳觉得不如趁早为二弟相看一家门当户对的名门嫡女，待正室夫人入了门，这赵姨娘也好有个主子管教，内宅之事自然由正房夫人操持，也不必母亲再为二弟这荒唐性子烦心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志哥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当初许过我的，你说我是你心尖上的人，你怎么能让我像我姨娘一样去做妾？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我是大理寺卿府的女儿，我也是正经的大家闺秀，我凭什么不能做你的正妻？难道就因为沈婉婉一句话，我就要低人一等吗？小志哥哥，你救救我！你说话呀！
正妻，赵婴儿，你莫要忘了自己的出身。我们宁国侯府的门楣，绝不可能让一个青楼女子所出的庶女来登屋。你那姨娘当年是什么出身？京城老一辈的人谁不清楚？你若想进我侯府，只能是妾；若嫌委屈，你大可滚回赵家，另嫁高门。只是你这失了清白又被嫡母嫌弃的名声，看看还有哪家正经府邸敢接你这块烂货？既然夫人已经给了名分，那接下来便静待侯府上门抬人吧。劳烦侯夫人费心了，这种伤风败俗的货色，我赵家是一刻也不愿多留。母亲，您帮帮我，我怎么能做妾？我是大理寺卿府的女儿，是您的女儿啊！若我也做了妾，赵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我的女儿，我没有你这种自甘下贱的女儿。你做了这样不要脸的事，自卷枕席，和你那青楼出来的姨娘一模一样。你还想做正事？你看看这满京城的高门，哪家要你这种自毁清白的贱货？刚才在那儿看你一直端着茶杯，一口也没喝。二弟与赵氏的事实在荒唐，做嫂嫂的总得打起精神把这场面撑下去，免得落了侯府的脸面。夫君莫忧，妾身并不觉得辛苦。不想说也没关系，但在这侯府里，在我跟前，你可以不必总是顾虑太多。居然被他看出来了吗？你父亲已经发话了，等你娶了正室，你便分府令过吧。这侯府的祖产，你是一分也别想多拿。公公原本盘算的极好，大儿子有将军封号在身，小儿子继承侯府，都算有了前程。可惜萧志却如此不长进，为一个庶女失了世子之位。就定这家吧，不必再斟酌了。是。兵部尚书李大人家的嫡次女李芊芊，长得娇媚动人，虽然有些骄纵，但是娇俏可人。萧志如今已失了世子位，萧家对这门亲事的要求也降低了许多。侯夫人铁了心要断萧志的念想，两家亲事定得异乎寻常的快，纳增下聘迎娶一条龙，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。赵婴儿却在成亲前几日，一顶粉色小轿悄悄抬进了宁国侯府。凭什么那个李芊芊能做萧志哥哥的正室？她哪里比得过我？与哥哥相识10载，她不过是仗着投了个好胎。李小姐出身名门，是李尚书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掌上明珠。她不仅是清白小姐身，更是堂堂嫡女。她端庄贤淑，家世显赫，自然比你这走角门进来的更做得这夫人之位。赵姨娘，你那套自荐枕席的本事，在嫡庶规矩面前可是一文不值。你要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今日是你主君的大婚，这几日你该老老实实待在后院，闭门思过，免得出来冲撞了喜气，给新夫人添堵。毕竟新来的二少夫人深深尊贵，此时正是与二公子新婚燕尔蜜里调油的时候。你若是个识趣的，就该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自己藏起来，免得讨人嫌。二少爷，救命啊！赵姨娘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整个人都疼得打滚了，说是要见少爷最后一面。什么？婴儿病了？芊芊，你先歇着，怕是婴儿不舒服。这府中他就我一个亲人了，我去看看就回来。这位赵姨娘，我还真是久仰大名了。当初听闻她能搅了沈婉婉那种高门嫡女的婚事，还以为是个什么厉害角色。如今做了妾，连一晚上的安分都守不住，竟然敢在我的新婚当夜，踩着我的脸面去勾引我的夫君。姑娘，这妾室入府头一天就敢给主母下马威，
若不压下去，日后这房里怕是没您的落脚地了。嬷嬷，去叫上我从李府带出来的随行大夫，再带上几个婆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咱们这位赵姨娘到底得了什么病。若是真的病得好不了了，那便连夜抬到城外的庄子上去静养，免得她那身贱骨头的病气过给了府里的人，折了我的暑气，多晦气。这喜脉我已经压了5日，为的就是等这一刻。李钱钱，你出身名门又如何？今晚我就给你个下马威，让你看看。婴儿，婴儿，你怎么了？夫君，你终于来了。妾身刚才觉得魂儿都要被疼没了，妾身好害怕，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怕，不怕，我在这儿。夫君，你开心吗？妾身刚才疼，是因为咱们有骨肉了。妾身已有了夫君的骨肉，你要当爹了。真的？你怀了我的孩子？好极了！哟，我说夫君怎么走得那么急？原来赵姨娘这病竟然是这种见不得人的病。芊芊，你怎么来了？婴儿她有了身孕，身子不爽利。赵姨娘不是肚子疼吗？正好，我把尚书府最好的大夫带过来了。嬷嬷，把赵姨娘给我扶进去，好好躺着。有了主君的骨肉，这可是侯府的大事。既然疼得厉害，大夫今晚就守在这儿。是，嬷嬷可得把赵姨娘伺候周全了。既然有了夫君的骨肉，那便是咱们二房的宝贝，岂能有半点大意？大夫，今晚你就守在门外，要每隔1个时辰煎一碗，不得离开半步。妾身这会儿觉得好多了，这药……赵姨娘，您可要一滴不剩的喝尽了。这药里可是加了老身专门从尚书府带出来的人参，大补之物，千万别浪费了夫人的一片苦心。您肚子里可是主君的骨肉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别人还以为是咱们新太人进门容不下子嗣，这罪名您担得起，咱们李家可担不起。夫君，这生儿育女的事，您在旁也帮不上忙，有嬷嬷和大夫守着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夫君，您得想清楚，若是大婚之夜你留在一个姨娘院子里，这事儿传到母亲和父亲耳朵里，他们会如何看你？母亲的性子您最清楚，若她生起气来，赵姨娘这胎能不能保住，可就难说了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儿媳给父亲、母亲请安，请父亲、母亲用茶。夫君夫人，妾身自知该死，昨日实在不是故意想打扰你们的洞房花烛，实在是肚子疼得厉害，妾身第一次怀胎，心里害怕，才叫人去请了夫君，求夫人责罚，千万别怪罪夫君。赵姨娘，昨日是二弟的大婚，既然你自称肚子疼得厉害，即便夫君在场，他一个大男人懂得什么安胎医理？你既然同在侯府，就该知道规矩。这种急事，理应派人来告诉我，或者去请示母亲，我会第一时间安排名医为你诊治。可你偏偏要去结主君的新婚之夜，闹得全府上下不得安宁。你究竟是害怕孩子出事，还是存心想在二少夫人下门头一天就给她一个下马威，乱了这府里的嫡庶尊辈？小人伎俩真是低端。沈婉婉，你坐在那高位上装什么慈悲？你心里一定在笑话我，对不对？赵婴儿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除了算计名分还会什么？一个女子有孕该有多害怕，你根本不懂。你没有怀过孩子，你这种没生过蛋的母鸡，如何知道我的苦楚？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我能怀上萧志哥哥的骨肉，你嫉妒我能得到他的宠爱，你故意帮着李芊芊为难我，就是想看我死。
赵姨娘，注意你的身份。身份？我杀了你，看你还有什么身份！婴儿，不要！婉婉，你怎么样？夫君，我肚子有点疼。沈婉婉，你少在那儿诬陷我！我就推你一下，撞一下怎么会肚子疼？你装什么柔弱？来人，快去请大夫！恭喜世子，世子妃这是喜脉。你说什么？世子夫人已有1月身孕，此番受撞击惊动胎气，需即刻熬制安胎药静养，悉心照料，方能稳妥。好，我宁国侯府有号了，这可是嫡长孙！快带婉婉回房。赵婴儿，若是婉婉肚子里的孩子有半点闪失，我们侯府不会放过你。芊芊，她如今是你们二房的姨娘，竟敢在敬茶大典上谋害主母，残害子嗣。你作为二房主母，这便是你的责任。请母亲放心，儿媳定会好好照看赵姨娘，教教她这侯府后院里什么叫规矩。婴儿，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何时变得如此不讲道理，活脱脱像个疯妇一般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害了婉婉的孩子？我疯？萧志哥哥，我也怀着你的骨肉，在那大厅里被萧晨踹了一脚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，赵姨娘，认清楚你的身份，一个爬床进来的贱妾，还想翻出天来？你以为仗着肚子就能在侯府横着走？别忘了，这二房的正主是我李芊芊。周嬷嬷，把她拉到院子里跪着，让她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自己是谁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不，我怀的是夫君的骨肉，李芊芊，你敢如此对我？若这胎儿有个3长2短，你赔得起吗？这可是夫君的长子。长子，赵姨娘，你记住了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生出来的就只能是庶出。一个妾生的庶子没了便没了，我倒不信夫君会为了你这么个玩物，与我和整个兵部尚书府对峙。老话说得对，庶长子从来都是乱家的祸根。依我看，你肚子里的祸根本就不该留着。萧志哥哥，你听听他说的话，他要害我们的孩子，你说话呀！夫君如今可不是世子了，甚至连侯府的承袭权都没了。赵婴儿，你不会以为他现在还会为了你跟我翻脸吧？夫君，你说是吗？赵姨娘，你今天伤的可是世子夫人，你想找死，可别带累了我们二房一起被分出去自生自灭。若婉婉的胎儿有事，兄长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到时候我们二房别说继承权，估计直接就要从侯府被分出去，彻底断了生机。赵婴儿，除了任性闹事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若不是你3心2意，我岂会如此？当初你说会娶我为正妻，结果让我做了一顶粉轿抬进来的姨娘。沈婉婉如今早已有了归宿，而我肚子里的才是你的骨肉，你可有认真看一眼？你醒醒吧！你再想得到沈婉婉，她也不会看你一眼。真心爱你的只有我而已。闭嘴！若非我当时听你的胡话，送了粉色嫁衣，惹出祸事，我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？都是你害了我！夫人说的对，庶长子确实是乱家的祸根。既然他不懂尊卑，便交给夫人全权处置吧。
赵婴儿那个疯妇，竟敢在堂之上行凶！婉婉，若你和孩子有半点差池，我即便背上杀难，也必要他当场偿命。夫君莫要动气，方才在那大堂上，佩尔机敏在我身后挡了一下，我不过被吓倒而已。我也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了孩子。原本以为嫁入侯府是一场博弈，却没想到夫君待我这般好。如今有了子嗣，一切也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夫人，二房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赵姨娘小产了。听闻她在二少夫人院子里跪了不到半日，便见了红，现在正哭天抢地呢，说二少夫人毒辣，灌了她药。哦，李钱钱怎么说？满院子都是二夫人的亲信，谁会理她？下人们都说是她自己居心不良，推搡主母动了胎气，遭了天谴，跪地反省时自己滑了胎。我要回赵家，我要找爹爹做主。李钱钱，你这个毒妇，是你害了我的孩子！姑娘，赵姨娘闹着要见二少爷，不过是一个妾，夫君对她的那点子新鲜劲儿能撑得了多久？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人。他们两个今晚便开了脸，给二爷收了房。二少爷，二夫人让我们来伺候您休息。母亲，儿媳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婉婉尽管说，现在你肚子里的小世子最要紧。听闻赵姨娘小产后身子一直不大好，二房那边日夜闹腾。如今儿媳怀着身孕，大夫说头3个月最是引药，实在听不得那些动静，也担心那病气过给了府中之人，不如让赵姨娘先去城外的庄子上，待好了再接进来。你顾虑的极是。李嬷嬷，传我的令，即刻将赵氏送出府去，没我的规许，不许踏回侯府半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我不走，放开我！我要见二少爷，你们谁敢动我？赵姨娘，安心去庄子上养着吧，等夫人觉得你病好了，自然就接您回来了。宁国侯府的二公子欠了赌债不还，1万两银子，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儿。逆子，逆子！父亲，别赶我走，分了家我怎么活啊？你这个畜生，不仅败光了产业，还敢赌上家族荣誉！从今日起，开祠堂，消了你的名籍。这些银子是分给你的最后一笔钱，还完债，你便带着你的那些妻室滚出宁国侯府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和离书。萧志，你这种烂泥，我就当从未嫁过。这米泡暖和，风大，别冻着。大哥，求你了，婉婉，给我点银子，我就欠了50两，求你们救救我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！你是谁？宁国侯府早已没有你这个人，你连侯府嫡子的玉佩都能当了换酒，这命也便没什么金贵的了。夫君，咱们走吧，还要去买些去边关的干粮。夫人，二公子昨晚死在南城的小巷子里了，听说是为了抢别人一碗剩饭，被几个地痞打死了。命数使然，不必再提。婉婉，启程了。好。与萧志的过往已如同前尘旧梦，待我们到边关时，怕已是春暖花开。